醪糟是糯米和酒曲发酵而成，南方大多叫醪糟，而北方大多叫米酒。醪糟制作方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出来不发酸、不发苦、出水多还特别甜呢？为什么夏天做醪糟成功率高呢？为什么您看过了很多教学视频，做出来的醪糟就是不好喝呢？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教您做醪糟100%成功的方法，只要您把握住这4个关键点，做出好醪糟不再是碰运气。第一个关键点，糯米的选择。这里给您展示的是来自于四川省农业科学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和农业部西南水稻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对12种糯米的研究，发现不同的糯米对醪糟的甜度、酸度以及口感的影响。这个表格显示，不同的糯米做出的醪糟酸度差别不大，但最终糖度差别能达到3倍之多，甜味、柔软、酒味均有较大差异。这篇研究报告很长，我们只看结论。结论是醪糟糖度与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支链淀粉含量越高的糯米做出的醪糟越甜。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选择粘性更高的糯米就可以了，也就是要选品质好一点、比较有名的糯米。在我们这里，湖北省的孝感市是产米酒的，孝感米酒非常有名，所以我今天选择的是孝感糯米，这里不多不少，刚好1公斤。这个糯米我做过很多次米酒，每次味道都很甜。把糯米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盘里面，加入没过糯米的清水，简单的淘洗3次。这样做不仅可以洗去糯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还能让做出的米酒更清澈。充分洗净后，我们重新倒入清水，浸泡至少4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夏天，温度在30度左右，4个小时的浸泡可以轻松的将糯米泡软。天气越冷，浸泡时间越长。这是浸泡4个小时的糯米，我们用手指轻轻的一掐，糯米能轻松的被掐断，就说明泡好了。下一步，我们开始蒸糯米。准备一口蒸锅，垫上纱布，将糯米倒进去铺平，然后用手指在糯米上戳几个出气孔，这样糯米更容易蒸熟。接下来盖上盖子，水开后蒸30到40分钟的时间，具体时间看糯米堆放的厚度。40分钟后，我们把糯米取出来，放进一个无水无油干净的盘子里面，可以选择把它自然放凉，也可以选择淋入一点凉水，加速糯米的冷却。这个盘子我已经提前蒸过消毒了，整个操作过程中所有工具都最好提前消毒，还必须是无水无油的，否则会导致醪糟的失败。第2个关键点，酒曲的选择。等待糯米降温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酒曲。请您再看一份研究报告，标题为不同甜酒曲对甜酒量、品质和滋味的影响。它来自于湖北文理学院化学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用7种常见的酒曲，经过详细的实验和分析，结论如下：甜酒量为我国传统的发酵食品，其品种和滋味与酒曲的种类有直接关系。7种甜酒量的8种味觉指标差异均极其显著，各酒量都得到了很好的地区辨识度。换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不同地区产出的酒曲做出来的米酒滋味是不一样的，有些酒曲做出来的糯米酒就是甜。不过呢，味道这个东西没有对错之分，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尽相同。如果您喜欢家乡的味道，就要选择购买家乡的酒曲。如果您发现哪种酒曲做出来的味道最适合您的口味，您每次选择同样的酒曲准没错。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碗，朝碗中加入酒曲，1公斤糯米，加入4到6克的甜酒曲，然后加入300克的清水化开，这个水温不能超过40度。第3个关键点，清水的选择，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点，难怪做出来的醪糟不好喝。对于很多家庭而言，用凉白开就可以了，但是经验告诉我，有些家庭用凉白开做出的醪糟品质就不行，容易发酸，最好用纯净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来水为了消菌杀毒是含有氯合氟的，如果您住的地方非常靠近水厂，就会导致水中氯合氟的含量会比远的地方偏高一点。比如我现在坐的位置与自来水厂的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实际操作过程中我用纯净水做出的醪糟质量最高。接下来分多次把酒曲水加入糯米里面，每次倒入一点点，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如果您发现糯米还是比较干的话，还可以少量的加入点清水。总之，需要米饭有一定的湿度，才适合酒曲的发酵。充分混合均匀后，我们把糯米按平，然后在糯米中间戳一个洞，方便观察出水量。然后我们盖上2层保鲜膜，让酒曲慢慢的开始工作。第4个关键点，发酵的温度和时间。这个酒曲发酵的最佳温度为28度到35度。我们这里这几天的温度真的是太完美了，正好是酒曲发酵的最佳温度，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天冷的时候可以用烤箱或者其他设备精准控温。在温度恒定的情况下，以32度举例，醪糟最佳的发酵时间为36小时到48小时，超过这个时间，酒味就会明显出现，而甜度也会变小。这里建议大家发酵的时间千万不要超过72个小时，因为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醪糟的甜度就会下降，酸度就会增加，酒精度会上升，会有淡淡的苦味，并且米粒也会逐渐化掉，从而不成型。目前您看到的就是发酵36个小时后的样子，出水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的醪糟已经可以食用了，口味比较清淡温和，甜度高，酸度低，酒精含量极低，适合大多数人。您可以根据自己口味看是否需要停止发酵。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发酵48小时的样子，出水率已经达到最大。您看一下，醪糟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米酒的风味更加明显，酸甜适中，香味浓郁。好了，此时的醪糟就可以停止发酵了，我们就立刻用勺子把它们取出来，放入一个无水无油、提前消过毒的罐子里面，然后用盖子密封好，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保存。冰箱的温度为4度左右，酒曲就会失去活性，发酵活动完全停止。在湖北，我们把米粒含量高的、含水量少的、接近于固态的叫醪糟，很多省份也叫甜酒酿，而米粒含量少、含水量高的叫甜米酒。下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甜米酒的做法。准备一个瓶子，加入一半的醪糟，再加入一半的清水。您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点白糖、银耳、枸杞或者桂花等，增加不一样的风味。盖上保鲜膜，放入蒸锅蒸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酵母彻底的失去活性，同时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然后盖上盖子密封保存，就变成外面卖的甜米酒了。这样做出的甜米酒随取随用，拿起来就可以直接喝，冬天加热，夏天冰镇，算是一种非常棒的饮品。在湖北，醪糟主要作为早餐的原料，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不知道在您那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美食呢？只要您严格按照我的方法和步骤，同时把握住以上4个关键点，不管您是不是第一次做米酒，都能一次性成功。喜欢醪糟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最后这张图是醪糟制作的标准流程表，您可以截图保存。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关注、点赞、收藏、转发给更多的人。